那本着我主人的主人不是我主人的这个民主制度的特征，各级调度各自为政，国家调度对于邦级的电力调度没有任何约束力，电力、农业、土地、治安、地方税收、地方基建全都归属邦专属管辖。这就是为啥日印高铁征地那么困难，因此跨区域的这个联络线长期都是超负荷运行的，谁也不见新的。各邦自己需要用电的时候，根本不管隔壁村的死活中央是计划了用电量的，可是各邦能超用那就是赚了，停电大家一起完蛋谁也不听。而大家也都知道印度它也采购了不少我们的风光电力设备。那拉贾斯坦和古吉拉特等西部的邦呢，还是搞了不少的这个新能源装机的。可是发电可以新装，输电不还是通过这个网络吗？那根本这个电网它就跟不上整个的新能源的扩容的节奏。2026年一季度因为电网承载力不足，而新能源弃电了300G瓦时占当季弃电量的2/3，那就清洁不了一点那更新电网咱就不说各邦扯皮这些制度上的缺陷了，就实物上的支撑其实也没有这个超高压变电器、气体绝缘开关等等核心设备40%依靠进口，本土的产品故障率是我国产品的3到4倍，交货周期长达60个月。由于他们摆不清自己的位置，中企也没惯毛病，直接就导致印度200多个电网升级项目完全停滞。大家看见的是上海电气的尾款胜诉了，难以追讨。那其实呢，某种意义上来说，印度它也在自食苦果。所有想搞的高端制造业即使西方出于对印度可能替代中国的幻想，开放了技术路线和设备给印度，印度这个破电网现在也承接不下来呀眼看着肉吃不到嘴里去。很多同志们担心说，现在中企又要去印度了。其实不准确只是4家已经在印度设有本地工厂的中国电力设备企业获准参与印度电力项目的招标，尚没有正式承接任何的落地项目。而且印度说的是这是一个为期2年的单次许可，说白了也没打算对我们敞开市场。我们现在企业的策略也是能回一口本是一口，轻资产、高预付、全款发货，只做成品，没有技术输出，也没有重资产投入的这样的模式。所以就是印度它想搞清洁能源，就得先搞定可再生能源，想搞定可再生能源，得先搞定电网、央地关系、社会动员和核心设备卡脖子等等的问题。搞定这些之后，也只是能够实现印度工业化的基础。高端工业制造那还有另一个故事所以你看这个氢气火车打不成这样眨巴个大眼睛，整体上感觉它的作用就是给印度冲个喜至于说日本不是还答应给印度建那个牛粪早期工厂吗？这个算不算因地制宜，有没有搞头呢？只能说本子多少是基于印度的卫生情况提出了这个建议，而不是商业的可行性给出的这个想法。印度本土2018年就推出过5000座早期工厂的计划，截止到2026年8年仅落地约200座，而且落地率不足 5%。 大部分的项目因为原料供应不足处于闲置状态。虽然说印度街上这个牛粪是遍地都是，可是如果作为能源材料，它是需要原材料稳定且充足的供应的。印度3亿头牛分散在上亿农户手里，养殖规模化的程度特别低，没有成熟的统一的收运体系，原料的这个收集成本会特别高。其实我们早年也搞过生物智能，主要也就是因为原料收运导致的这个成本击穿了盈利底线，最后这个技术路线没有走通。那对于印度来说，养牛主要在农村，农村的路况更差，运输成本更高，而印度本身天然气管网的覆盖率又极低，跨邦的这个管网互不连通，早期工厂建完了也只能在本地多建几个这样的加气站，终端市场极其有限，难以有规模效应，就意味着生物质气的成本必然就比普通的天然气更贵。那没有政府补贴，根本就没有竞争力基本建了就是一个赔钱的买卖。这个钱要么日本出要么印度中央出，现在两家都属于吃饭还费劲的状态，还得给牛粪补贴，这个场面很黑色幽默了。这还没说早期项目还涉及到什么土地征用农业能源市政多个部门的老问题呢。铃木公司在古吉拉特邦建了2个早期工厂，配套的是自家早就建好的加气站，用于给自家卖的这个 CNG 的汽车加气，根本不是轻易可以复制铺开的模式。早苗张嘴就要给印度建1000个牛粪早期工厂先把征地那关过了再说吧，到时候早苗可能都去跟安倍述职了。印度之所以永远那么有乐子，其实就在于这种心比天高手比猪懒的特点。需要有计划的事业那是计划不了一点。一个人口大国拿着只能适配于几千万人口小国的这个制度剧本，
演得热热闹闹，实则一地鸡毛。短视啊，在印度它不是某个政客的特点，它是一种自古以来集体不靠谱导致的一种对于未来巨大的不确定性，进而形成的价值共识。对于高风险的市场，折现率极高啊！因为无法组织，所以未来不确定；因为未来不确定，所以一定要便宜占尽，欺软怕硬。因为永远只做这种一锤子买卖啊，永远算最精明的账，吃最大的亏啊！因为一直吃亏，所以继续无法组织更大的生产。任何问题啊，到了印度，它都会自动进入死循环，这才是印度真正的魔力。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